事成之后，如果他不愿意回上海，你要帮我好好劝劝他。总之，他不能留在这儿。他还让我劝你呢。你们两兄妹闹别扭，让我一个外人在这左右为难。你怎么能是外人呢？你可是我未来的老婆，未婚妻，怎么能是外人呢？你不会想要反悔吧？那我要盖个戳，宣示一下所有权了。你别闹，这里这么多人被看见了不好。就是让他们看的。哎，你挠我！哎，你别动，别跑！这个谭玄礼还真是没羞没臊。他是想告诉我们，因为穆婉清，他和徐家明面上的那点体面早已被撕得干干净净的了。对付徐伯钧，他是我们最好的盟友。但是这小子诡计多端，心思叵测，不是可交之人。因利而聚，利尽而散。我要用他手里的那副好牌，认认真真的胡上一把。裴斗君，此事关系重大，完全没把握的话，那我们审判庭上上下下的法官、秘书，可都有性命之忧啊！真是笑话，这可是在我裴某人的地盘上，你怕徐伯钧怕成这个样子，亏你头上还顶着个大法官的头衔。督军呐，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？人证物证俱全，这有什么好为难的吗？你若不敢重审，我老裴现在倒是就可以为难为难你。你们审判厅全体同仁的老婆孩子，可全在我裴某人的眼皮子底下生活。刘大法官，是不是我老裴平时对你们太仁慈了？你们只怕徐伯钧，倒不怕我裴勋啊？督军啊，我们绝对不敢，绝对不敢呢！那就乖乖的重审此案，我保你们一家老小平安无虞。好，一起听督军的，开庭重审，开庭重审。马上就给徐伯钧发传票，叫他上北京配合审讯。怎么事情办得顺利，你还不高兴啊？事情是顺利。我本来想借他的权力扳倒徐伯钧，可是我真没想到，这些法官会对他下跪。我更没想到，这国之公器居然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。是啊，这个裴勋未必比徐伯钧好到哪儿去，一丘之貉罢了。但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事情，慢慢来，别着急，好吗？对，打赢这场仗再说。走吧。谢谢。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你在这都坐了半个小时了，你在想什么？
我在想，这徐伯钧派徐远代为出庭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。高等审判庭既然决定重审，他如果拒绝出庭，岂不是不打自招？他自己不来，派个副官来，就算输了官司，也没有性命之忧啊。对，你说的对。但是问题就在于，他为什么要派徐远来？慢点。没事。你想啊，我们现在人证物证俱全，不过徐伯钧肯定是心知肚明，这次翻案肯定是我和裴勋一起想联手搞垮他。如果他什么都不做，那肯定是输定了。如果他以生病为由，拖延开庭的时间，那就能为自己争取到挽回局面的时间。可是现在呢，他什么都没做，只是陷自己于被动了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其实我早就做好了徐伯钧拒不出庭的准备。这徐家的眼线一路跟着我们。我带裴勋去大使馆找闵大成的时候，我还故意给他们留了破绽。我原本以为这徐伯钧会先设法杀掉闵大成，只要他在使馆区动手，我就能立马抓他个现行。即便徐伯钧拒不出庭，我们也能立刻开庭审理他谋杀证人一案，顺便连带出10年前的旧案。但是我真的没想到，他这么爽快的就派自己的亲信徐远出庭，没道理。除非他派徐远来，就是为了挽回局面。我是联络啊。哎呀，左参谋，好久不见啊！徐远兄一路辛苦了。我们裴督军在6国饭店安排好了房间，咱们先回去休息。嗨，辛苦左参谋了。我们徐督军身体抱恙，不便出庭，还请裴督军莫怪。哎呀，徐老兄说的哪里话嘛！您老兄可是徐督军身边的贴身侍卫啊！啊，由您带他出庭，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我们督军清者自清，况且还有裴督军在，我相信高等审判庭一定会秉公断案。哎呀，那是自然。老兄先安心休息，等出了开庭时间，我通知你。走，请。请。开车。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专业。立正，专业。谭司令，看看我这裴家军和你谭家军比如何呀？督军世代将门，裴家军的军容风纪，岂是我们这种杂牌军能比得了的？谭司令说笑了，你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杂牌军了，坐拥10里洋场，马上要成为穆家的乘龙快婿，你可比我阔气多了啊！督军您说笑了，我这区区2000人，怎么能跟您这10万大军比呢？哎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你可是不知道我的难处。10万大军，人吃马喂，一年要耗费多少银两啊？徐伯钧镇守在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，苏景山呢，又坐拥晋西北的大片的煤矿，我跟他们比不了。再加上这几年水旱蝗灾连着来，农民欠收，军饷告急。那是您太仁慈了，不像某些督军镇守使，把几10年的税收提前收完了。你以为我不想啊？如果我也能像徐伯钧那样，坐拥富得流油的越城，我也恨不得把那些土豪劣绅的油水全都给榨光了。
可是不行啊，老百姓身上榨不出什么油水来。如果真的把老百姓逼急了，那我的军饷更就没有着落了。是啊，督军，这徐伯钧的案子到底什么时候开庭啊？我知道你是担心夜长梦多，但是这事儿还真急不得，毕竟案子太大了。我们必须给高等审判厅留一点时间，让他们做准备，免得到时候舆论会骂我们，说我们是预谋好的，督军要给徐伯钧下罪名啊！左参谋在书房等你，说是有要紧事。谭司令，我有急事，先失陪了，你请自便。好。徐远到了，左参谋去接的站，还亲自把他们送到了六国饭店。这个左参谋原来是裴勋的副官，应该是和徐远老相识了。我觉得马上就要对簿公堂了，怎么裴勋对徐远还这么客气？看来只要一天不开庭，就会有变数。变数？裴勋就是个变数。谭四，你派人盯紧徐远，有任何情况立马汇报。是。徐伯钧的那个副官真的是这么说的？是的，他说徐伯钧最近身体不佳，对上海的事务有些鞭长莫及。这个谭玄林又是一个爱闹事儿的人，自从他上位以后，令徐伯钧十分头疼。这次翻出10年前的旧案，就是为了诬陷徐家。督军，此番您若是能站在徐家这一边，治谭玄林一个诬陷长官之罪，那么徐伯钧说了，就由您来指定上海司令官的人选。区的一个上海司令，啊，就这么轻易的把老子给打发了？那您看要不要咱们跟他再谈谈条件？扳倒徐伯钧和扳倒谭玄龄，哪个对我们更有利？自然是扳倒徐伯钧呐。不，更有利的是，既扳倒了徐伯钧，又能从谭玄龄那儿要到好处。您的意思是让这个谭玄林出血？下午我已经暗示过他了，如果这小子聪明的话，就应该明白，催我开庭，必须表现出他的诚意。那徐副官那边，你先答应着，如果徐伯钧催我们向谭玄龄动手，你就告诉他，我要挑到合适的上海司令的人选，让他们不要催。属下明白。去，把裴勇给我找来。是。少帅，这是您要的书。我知道我今天来晚了，但是今天啊，白天实在是不得空。你今天去哪儿了？怎么一天都没看见你的人影？哎呀，别提了。这徐督军啊，出庭的代表来了，左参谋呢又要接站，又要把人给安排好，而且呢还要里里外外给督军传话，实在是走不开。所以啊，就让我给顶了个差。徐伯钧的人不是等着来开庭的吗？副帅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？嗨，也没什么话，就是出庭前的一些小话罢了。行了，没什么事了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得嘞。哎，对了，你让谭小姐来下我这里，有几本书是她要的。明白。你是说，左参谋从裴勋的书房里出来，然后去了六国饭店？是，而且聊了很久才出来。徐远呢？我已经派人在六国饭店盯着，一有动静立刻报告。怪不得下午在教场，裴勋一直在跟我哭穷。但是我一提到什么时候开庭，他脸色立马就变了。原来是两头通吃啊！那我们怎么办？
这儿可是裴勋的地盘。今天北京最高审判厅在这里公开审理原告穆晚清诉被告徐伯钧民国5年穆远航遇害一案，鄙人担任主审法官，现在宣布开庭。首先由书记官宣读法庭纪律。根据中华民国约法，为维护法庭秩序，请所有到庭人员遵守以下法律。当年的尸检结果说我兄长的死亡时间是在下午1点钟，但是根据我兄长手表静止的时间，判定码头轰炸的时间在下午3点钟，因此判定了徐伯钧无罪。但是这段影像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在日本客轮山东丸号进港的时候，码头已经遭到轰炸，而这艘客轮每天进港的时间是固定的，正是下午1点钟。由此看来，徐伯钧轰炸码头的时间和我哥哥死亡的时间是一致的。那么我哥哥的死亡，徐伯钧有重大嫌疑。被告，对原告提出的证据，你可有异议？哈，原告的记性实在是不太好。当年判定徐督军无罪的最关键的因素，并不是轰炸码头的时间，而是穆远航身上的弹孔。如果说是徐督军下令轰炸码头，才导致穆远航身亡的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他身上的弹孔又是怎么来的？哈哈，别忘了，当时码头可是由罗督军控制着，我们徐督军的人根本进不去。原告对被告提出的疑义，你可有新的证据提交？我们有人证。带人证。肃静，肃静！我犯了死罪，本来昨天就该执行枪决了，多活了1天，还能挣一笔抚恤金给老婆孩子，我没有遗憾。本证人闵大成在此当庭作证，证明10多年前的绑架杀害穆远航之案，真正的幕后凶手就是徐伯钧他们一伙人，而穆远航并非死于绑架撕票，而是因为徐伯钧指使他们的手下开炮轰击仓库，造成了穆远航的死亡。此事我是亲身见证的。
所以今天，我愿意站在这个法庭之上，把当年的真相说出来，以证明徐伯钧及其手下的罪行，也请求法官可以做出公正的裁决。开庭2个小时了吧？是的，督军。没有人证，不应该审问这么长时间呐。现在我宣布，徐伯钧杀人罪、伪证罪成立。挨个检查每个房间，把所有的客人集中到客厅里来，一个一个的查。是。你们2个过去，其他人快！哎呀呀，几位长官，这是干什么呀？我们会馆一向是守法经营的呀。奉高等审判庭之命，越城督军徐伯钧滥杀平民、伪造证据，罪名成立，即刻予以逮捕。哎，长官，我们会馆是光绪年间几个越城商贩凑钱建的，和徐督军不相干呢。放心，没说和你有关系。我们只是得到消息，越城督军徐伯钧前几日便已来京，就下榻在你们越城会馆。这长官，怕是搞错了吧？徐督军若是来京，肯定入住6国饭店，不怎么可能入住我们这儿啊？况且我们这也没有徐督军的入住记录啊。这徐伯钧此次来京一定是经过乔装打扮的，肯定不会用自己的真名啊。大家不必惊慌，好好配合我们检查，我们只抓人犯，绝不伤及无辜。裴督军，渡边先生，裴督军，我接到了我们日本侨民的求助，说这里出了事，他们被限制了人身自由，我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渡边先生，这里发生的事情和日本侨民没关系，我们正在搜查一名人犯。那就好。不过，保护日本侨民的人身安全，是我们大使馆的职责。我现在想把他们带走，以免让他们受到惊吓。当然可以，不过那还得在我们全部检查完之后。不必了吧？除非你们要找的人是我们的日本公民。不过，即便是我们日本的公民犯了事，他们也享受领事裁判权，应该交给我们领事馆来处理。领事先生，如果你想保护本国的侨民，无可厚非，
只不过如果不一一排查的话，到时候浑水摸鱼，变成了日本公民了。这个不用你们担心，领事馆会逐一检查他们的护照，你们没有权利搜查我们的日本国民。違法な方、みんなこっちに集まって。ちゃんとパスポートを出してください。这位长官，我们日本侨民的事情，你们无权插手。这里是悦城会馆，是悦城客商在北京的落脚之处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日本侨民？怕是有人想欲盖弥彰吧？裴督军，这个人很像徐伯钧啊。哦，渡边先生，这位戴眼镜的先生和我们搜查的人犯很像，可以检查一下他的护照吗？裴督军，护照我检查过了，没有问题。请问这位坂本先生，你在北京做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很多日本侨民不懂中文，你说的话他听不懂。日本の方、みんな外に出てください。坂本和彦，这位坂本先生不像听不懂中文的，而且你的日语名字也不是这么念的。别装听不懂中文了，出来我们聊聊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们日本侨民的事情，你们无权插手。这里是中国，你们侨民中混进了要犯，我有权利干涉。你试试看。不错，这里是中国，所以我们日本公民享有领事裁判权和外交豁免权，你们无权搜查我们的国民。而我就是现在打死你，你们也无权审判我。左参谋，把枪放下。裴督军，你看，我敢拿枪顶着你，你们的兵却不敢拿枪顶着我，觉得不公平吧？我也觉得不公平，但是不好意思，这是你们政府允许的。你们中国人，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，却偏偏要低人一等啊！皆さん、外の車に乗ってください。早く！
青青啊，我知道你不肯原谅我，但我还是要谢谢你啊，给我生了那么好一个女儿。现在万青长大了，一个人撑起了穆家的生意，我祈求你在天之灵能够保佑他平平安安，万事顺遂。你派人去查一下，光耀在上海查出那件军火走私案，没给家里打招呼。我想知道什么原因，因为这事儿裴家那小子还被裴勋关了禁闭。我想这事儿不简单。好，督军。督军，高等审判庭的判决到了，您看一下。责令我下野交出军队，他裴勋算个什么东西？高等审判庭的判决他算个屁！既然要撕破脸，那就打！督军，我们的部队已经集结完毕，只等督军一声令下。好，光耀，应该已经到函谷关了吧？给少帅的命令，5天内运到，应该差不多了。你亲自去，把物资资助尽快安排好，把光耀给我带回来。那里太危险，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是。督军，咱们的人奉命去收编徐伯钧的军队，他们拒不配合，不但不缴枪，还殴打关押咱们的收编官。这个徐伯钧，对咱们责令他下野通告更是置之不理。奶奶的，我看他这次是要跟咱们硬着来呀！好啊，这仗是这个老小子挑起来的，我们奉陪到底。大帅，把你关了这么久，心里有怨气啊？儿子不敢有怨言。不服？不服是吧？就拿出点真本事给你老子看看。爹让儿子做什么？徐伯钧这个老小子，不服判决结果，不肯下野交权啊，反而调集了一支军队，在函谷关一带进行挑衅。不过呀，你爹我早就料到他这一套啊，在那儿布下了重兵，布下了局，等着这个老小子来钻。一定要打吗？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尽在我的手中掌握。胜算十足的仗，凭什么不打？听着啊，我打算让你带一支精锐师，去前线做机动，前面呢自有一些叔叔大爷们冲锋陷阵，你紧随其后，瞅准时机冲上前去，捡一个功劳回来给你爹瞧瞧。爹，儿子才疏学浅，难堪大用，去了也是添乱，还是不去了吧。孬种，白捡的功劳你都不要，傻！你小的还像我裴家的种吗？啊！爹，我不是孬种，
我只是不想打这个窝囊的仗。打来打去，除了让老百姓受灾，还有什么意义啊？怎么没意义？你不打仗，老子怎么可以让你升官啊？你不打仗，以后怎么接老子的位置？你不打仗，怎么能服众？这祸国殃民的官儿，这朝不保夕的位子，不做也罢。来人！督军。裴少军，违抗军令，目无官长，拉下去抽30鞭子。30鞭，少帅受不了。执行命令。是。老子再问你一句，这仗打还是不打？我不打。打。是。行。才刚打了10下就受不了了，啊？那就乖乖的听老子的话，去前线，省得在这儿受罪。我没事，军令如山，怎可更改？30下，就是30下，1下也不能少。好小子，有骨气，像我老裴的种。可是你为什么情愿受罪？也不愿意去前线白捡一个功劳回来，你小子脑子糊涂了吧？脑子糊涂，更不能去前线，会打败仗的天。有道理。好，接着打，打到这小子脑子清醒为止。是。督军，少帅晕过去了。赶紧给少帅送吧。是，快，少帅，少帅，没事吧？少帅。老爷，我们不是有意要欺瞒您的，是大小姐她怕您身体吃不消，让我们不要告诉您。不怪你们，我知道，婉清是担心我的身体。难得孩子一片孝心，要不给大小姐打个电话，让她赶快回来。不能告诉婉清。老爷，可是您病得那么重。婉清不容易啊。其实他早就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可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跟徐伯君周旋。我呢，还差点把她嫁给徐家。你说，孩子心里得有多痛、多苦啊！可他一个人撑过来了，还和谭玄林一起为远航申冤。你说，他现在孤身在外，生死未卜，我帮不了他，就不能再给他添麻
麻烦了。哎呀，这督军也真是的，对你下手那么重。那我们先出去了，走。很疼吗？没事，我皮糙肉厚，养2天就好了。官司打赢了，你敢和谭司令回上海了吧？我不回去，我要留在这儿陪你。行了，别犟了。依你的性子，待在这里迟早得憋屈死。你能待，我就能待，不要小看我。反正我不回去。谭司令也不会同意你留下的。我哥他管不了我，只要是我决定的事儿，谁都拦不了。又何必趟这趟浑水呢？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即使是被困在这座牢笼里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可是你离我越近，我怕我越保护不了你。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呀？怎么跟个老娘们儿一样，磨磨唧唧的？看来你哥管不了你，我也管不了你了，是吧？你的意思就是你不撵我走了？你不撵我走了？你让我留下来了？你不撵我走了？疼！对不起啊，那个，你吃饭吗？或者你想喝点什么吗？我想喝汤。你想喝什么汤啊？老鸭汤。老鸭汤是什么汤啊？这么大的事，为什么没人给我看，也没人告诉我？这几天的报纸呢？我要是不来函谷关，我竟不知道我徐家已经命悬一线了吗？是许副官命令我，不要把报纸给您的。我这也是担心您看了谭司令和穆小姐的消息，又伤心难过，所以我才命他们不要再把报纸拿给你。不过你说这也是巧了，我们这几天我告诉过你多少次，耍小聪明误大事，你怎么就不长记性？出去！是。轩哥，少帅，督军派我来协助您配发物资辎重，等完毕之后，请您尽快返回岳城。副帅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场仗天时、地利、人和我们一样都不占，为什么非打不可？督军军令，这场硬仗必须打赢。副帅，是想打得培训肉痛，才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吗？督军正是这个意思。可打仗是要死人的，这么一条条活生生的人命，就成了谈判的筹码。虽然这次我们伤亡不少，但我相信裴勋那老家伙也损失惨重。总体来说，也算不辱使命。
不辱使命。每一场仗都是2败俱伤，再打下去还有什么意义？现在督军的位置已经保不住了，现在只有保住军队和地盘，才有东山再起的希望。这是决定徐家未来的生死之战。再这么打下去，不用别人来收我的兵权，我们的军队已经打光了。督军下的死命令，少帅难道要违抗军令吗？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猜我是谁？干嘛，老苏？真没劲。不是，你怎么来了？谁让你把我一个人丢在上海的？这没有狐朋狗友作伴的日子，哎呦，真是太难熬了。我可得找你算账。算账？你个重色轻友的家伙，不去找你的顾小姐，来看我这电灯泡干嘛？到底是上过战场的人，说话都有火药味了。我的腿，我的腿！求求你们了，小心点！求求你们把我的腿知道了，少帅。求求你们了，把我的腿还好吗？没事。我副帅派你来的。怎么，怕我抢你功劳啊？你不该来的。知道副帅为什么派你来劝我吗？你父亲都劝不回来的一头犟驴，除了我这个胜似亲兄弟的发小，还有谁能把你劝回去？这只是其一，更重要的是，你是苏督军的儿子，他想把你卷进来，就是想把苏家也拉下水。好逼裴家让步。你既然知道你父亲这么处心积虑，干脆跟我回去吧。我要是真回去，就没人在意这些士兵的死活了。来的时候，我说得很清楚，都是徐家的军人，命都只有一条，要走。一起走，要死也一起死。你回去吧，就说劝不动我。副帅也拿你没办法的。好一个要走一起走，要死一起死！你这么讲义气，我老苏也不会怂，我肯定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要是卷进来，就真的走不了了。我当然知道。逼裴家让步，你父亲想怎么逼裴家让步？裴勋想逼我副帅下野，交出军队。我副帅以保住徐家兵权为底线，坚决不肯交出军队。他拉你下水，就是想把你当做这场战役最后的筹码。裴督军只要保住了徐家的军队，那这场仗大可不必打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既然已经在水里了，为了你，我也得扑腾点水花出来。
带我去见你们的长官。左参谋，这不是苏督军家的公子吗？没错，是我。没想到您还记得我呀？哼，怎么不记得？早前我给裴督军当副官的时候，你拉着我们家少帅逃学出去玩，害得我们家少帅可没少挨督军的鞭子。你们这裴家的人还真是记仇。我说公子，这可是战场啊，你来干什么？徐公子和裴公子都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呢，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你们自相残杀。你们这样打下去，也不是个办法。要不，各退一步。哼，你是来给徐家做说客的呀？我这是调停，不是谁的说客。你们这仗多打一天，你们两边都得死人。徐督军下野，必须交出军权，这没得商量。这交出了军权，又能怎么样？那些军队打散参列到你们队伍中，就不怕混进个奸细？这叫贪多瞧不烂。你们要是再打起来，我就往战场中间那么一站，我看你们谁敢开炮！你小子还想上战场啊？我这就给你绑了，送到你爹那儿去。谁敢动我？废物，全都是一群废物，被苏家那小子横插一杠，你们几个竟然连一点风声都没有。爹，息怒。都是你那个好兄弟苏洪琛，昨天下午闯入我的军营，用枪顶着自己的脑袋，要替徐家出头。他算哪头算呢？啊！他如果不是苏家的人，谁会在乎他那条烂命？爹，是我不对。要是听了您的话去了前线，也许还能找老苏谈谈。呀呵，啊，难得啊，从你的嘴巴里能听出认错的话，这太阳打西头出来了。爹，以前是儿子太不懂事，只顾自己的好恶，却忘了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。这次战况惨烈，我不止一次的想，如果我去了前线，对手是光耀，也许我们裴家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。这顿鞭子没白抽，给我记住喽！这句话说的像句人话。爹，事已至此，我们既要对付徐伯钧，还有地方革命军，但是绝对不能再得罪苏家了。不过你那个发小苏洪琛，看来是铁了心了，要站在徐家那一边了。我不认为老苏这么做，是站在徐家那边。这场仗打下来，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。您曾经说过，如果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问题，绝不愿折损我们裴家一个好男儿。可如今，徐家死战不退，就算搞垮他们，恐怕我们自己也会伤筋动骨。这场仗，老子师出有名，我有十足的把握，徐伯钧那个老狗不会有任何胜算。如果我们付出一切代价，胜利肯定是属于我们的。可是现在，光耀、老苏都在前线，如果伤了他们的性命，不仅会得罪苏家，还可能会导致舆论反转，谴责我们。此话怎讲？光耀是徐家的独子，名声一向很好。倘若他战死沙场，就是让徐家断了后，反而会为徐伯钧博得同情。那我们之前辛辛苦苦翻案的努力就白费了。说是有道理。给左参谋发电报，命令部队后撤20里，暂时休战。
是。然后再告诉徐伯钧，只要他乖乖地交出手中的军队，只要他愿意辞去越城督军之职，我可以任命他为华东4省经略使。是。这徐伯钧输了官司，反而升了官，怎能服众啊？大家肯定会质疑，这徐伯钧到底是有罪还是没罪？哎，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名声实贬啊！管他有罪没有罪，只要老徐乖乖地交出手中的军队，什么经略使、巡阅使，就是大总统都不好使。如此反复，老百姓还能相信我们吗？妇人之仁，让他们信你没有用，得让他们怕你才有用。裴勋应该是怕得罪苏家，投鼠忌器，所以主动提出了停战。我派苏洪琛去前线，不但是看中他和光耀是发小的情分，更看重他是苏家公子的身份。他和光耀是发小，可以帮我把光耀带回来，而他苏家公子的身份，则可以逼裴勋停战。我跟裴勋这盘棋不分胜负，几乎成了死局。而苏洪琛这步活棋一走，我们立马就有了生机。督军果然是深谋远虑，这裴勋不但主动提出了停战，而且他还公开表示，若是您交出了军队，他就保举您做4省经略使。4省经略使不过是挂了名的虚职而已。他想用这个花架子要我手中的军队，他门儿都没有。你告诉裴军，越城督军我可以不做，北京政府的职务我可以让给他，但他休想动我一兵一卒。报告。督军，按照徐副官的安排，我们找到了少帅调查军火走私一案的几个成员，他们确实是为裴家私运军火。他们还交代，司令部晚宴当天刺杀少帅的那几个刺客，并不是革命党，而是他们自己人。果然是裴勋这老小子干的，这话就说通了。光耀查到他们见不得人的买卖，裴勋认为刺杀光耀的事情瞒不住了，所以裴勋就借给穆家翻案的机会，他想整垮我。光耀这个孩子呀，妇人之仁，他想要息事宁人，却给别人送了把刀来对付我。督军，既然裴勋已经有把柄落在了我们的手上，我们何不以此机会牵制一下他呢？哈哈哈，人算不如天算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裴勋正准备接任我北京政府的职位，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丑闻，那裴家可就颜面扫地了。我看看他还有什么底气跟我讨价还价。少帅，这是许伯钧借来的钞票，他想用这些钱买回他的军队，看见了没有？你还说什么？说徐光耀一片好心瞒着徐伯钧，说什么他想息事宁人，想化干戈为玉帛，狗屁！真正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他们才是真正屁股坐着一溜炕爷的亲爷俩。爹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瞒着你的。徐伯钧现在手里攥着我们的把柄，他说如果我们答应放回他的军队，他就把这些事情烂在肚子里，否则的话全部公之于众。本来我想趁此机会打垮徐伯钧，现在倒好，到了这个节点上，他倒掐住了老子的脖子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一招不慎，满盘皆输。爹，既然事已至此，不如我们就答应徐伯钧的条件吧。说的轻巧。你知道他的条件是什么吗？只是辞去越城督军和北京的职务，但是要保留他的军队。如果我答应了他，
那他所谓的下野，也就只是做做样子而已。爹，就算徐伯钧交了军队，您敢用吗？您不仅不敢用，还要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防治他们、牵制他们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让他们回到原来的驻地，还能替我们抵挡革命军。裴勋在电报上说，同意我方的条件，只要您辞去了督军之位，那徐家的军队将由您推举的人来接旨。这盘棋我们下得不错，虽然少了几个虚衔，面子上不好看，但是兵权和地盘还是我们的。裴勋打了半天，只不过讨了面子上的便宜，你们说谁输谁赢？自然是我们赢。既然目的已经达成，再扯上裴勋玩命就不划算了。好吧，发通电，即日起，我辞去越城督军之职，督军府所有兵马暂由你们二位节制。再给光耀发个电报，叫他把部队带回来。属下定不辱使命，为督军马首是瞻。怎么样？兵不血刃。我这保定生不是徒有虚名的吧？是，从小到大都把风头让给了我和少君，真是屈才了。知道就好。这次我就露了那么一小手，谁让你们平时小瞧我的？